来到杜布罗夫尼克，这里是克罗地亚的最南端，欧洲著名度假胜地。杜城的海景如明珠般灿烂，那些石灰岩建造的中世纪城墙完整保存至今，搭配标志性的红屋顶，谁看了不说一句好美啊！作为全游君临城的主要取景地，如今的杜城更火了。登临城墙的门票要40欧，被吐槽不值得。其实有很多免费的地点可以观赏君临城的风光，想去的朋友收藏一下这个视频吧。从西向东漫步，首先来到贝尔维尤海滩。这是一片免费开放的礁石海滩，铺好你的毛巾，带上冰镇的饮料，这里就是可以发呆躺半天的地方。这边没有很多人，水质也是相当的清澈，又离古城有一段距离，喜欢清静的可以住这边的酒店。然后一路向西走，沿途全是果冻海，随便一拍都是风景。走到古城门口了。之前说过，杜城现在的 pass 价格是40欧，包含上城墙、各种博物馆、免费的公交车。如果对上城墙和打卡各种全游取景地没啥执念的话，可以不用买啊，咱们就在古城里逛逛也行。其实进来之后呢，给我一种丽江的感觉啊，到处都是吃饭的，然后卖东西的。当然，这个地方的建筑比丽江更老啊，丽江那边都是新修的。旺季的古城里游人如织，物价非常高，尽量别在古城里买东西，生活必需品去城外的超市里边买。然后我觉得，如果不上城墙的话，古城半个小时基本上就逛完了。当天偶遇了一个印度的摄制组，花少之前呢也来过。港口停了很多的游艇，所以我觉得最佳的玩法应该是包条船出海一天，去各个岛上驻足一番。人多的话可以这么搞。曾经的杜布罗夫尼克像君临城一样固若金汤，在巴尔干半岛这片欧洲火药桶的土地上，漫长的历史中，杜城却很少遭遇战争。肖伯纳说，如果你想看到天堂的样子，就去杜布罗夫尼克吧。出古城之后，沿着公路前往波山卡村，这是老城外山上的制高点，已经是游客口口相传的免费打卡点。途中随着海拔越来越高，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大海和红瓦白墙的老城。海滩上人们晒着日光浴，或者在浅海里游泳嬉戏。天哪，这的海水简直是太梦幻了！要知道，其实在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很少能够看见这种颜色的海水，但是在地中海沿岸呢还比较常见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完全可以出一道地理考题啊！在爬山的途中，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掏出手机拍照，红房子和蓝天大海成为一种绝妙的色彩搭配。这片山上有很多的民宿，可以俯瞰杜城的全景和海景。不过呢，你们需要背着行李呼哧呼哧地往上爬，因为有些地方并不通车。不过这些民宿窗外的风景一定很美，就像这样。这里在修一个新酒店啊，位置相当不错哎，直接俯瞰君临城。不坐车往上爬的话还是有点累哈，不过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在爬的途中看到很多角度的古城，一次性拍个够。现在变成这种烂石头路了，更难爬了。看到了洛克鲁姆岛，如果来玩的时间长的话，就可以去玩那种一日游跳岛啊。沿着山路行走一段，地势越来越高，很快就来到了波山卡村。这个村子在1991年至1992年的战争中被摧毁，房子都是重建的。想不到吧，在歌舞升平的度假区还有这样的一片战争纪念区。波山卡 Viewpoint 是俯瞰杜城的绝佳地点，你可以待在那儿顶着烈日，吹着海风，享受一把君临城下的感觉。其实杜城真的很小，一日游闲逛绰绰有余。不过多待几天去尝试跳岛游，或者仅仅在沙滩上发呆都是值得的。除了吃住贵没啥毛病，还是很推荐来的。